如果座上的各位想知道怎么在后半生保证自己一贫如洗，怎么让自己的生活陷入无尽的泥潭，怎么在临终时充满悔恨，我已经现成的食谱，这很容易，真的太容易了。只要每天埋头超市的打折标签，为了省几块钱的停车费，在堵堵的街区绕路半小时，并坚定地认为省下的就是赚到的。你只需要在每一个需要做出重大决策的关口，选择看起来最便宜、最省事的选项。你只需要拒绝你的学习，拒绝为知识付费，拒绝为别人的专业买单。只要你坚持这样做，恭喜你，你已经获得了通往贫民窟和痛苦的生活单程车票。我这辈子见过太多聪明人，智商极高，他们在学校里是优等生，在考场上所向披靡，但在生活中却保卫了自己的考试里，他们表现得像个蠢货。他们以为自己在财富积累，实际上是在给自己放血。他们有尸体去追寻那些微不足道的小数字，却对那些正在吞噬他们未来的巨大的黑洞事件。这不仅仅是关于减省的问题，也与你现在的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这是一种深刻的认知缺陷，一种病态的心理机制，一种深深植根于骨髓的稀缺心态。今天我想用我这90多年来积累的教训，和你们谈谈这种穷人思维的病理学。如果你听不进去，觉得我在危言耸听，那也没关系。这个世界总是需要一些人来学习反教材的，不是吗？我们总是要反过来想，如果我让自己变得悲惨，我该怎么办？我要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那些毫无价值的细枝末节上，而忽略掉真正能决定命运的大趋势。我要捡起地上的芝麻，弄丢怀里的西瓜。以下就是我为那些渴望失败的人准备的8张必书指南。很多人都有个根深蒂固的错觉，只要我掏不出真金白银，我就赚了。这种想法在商业逻辑和人生博弈里简直就是剧毒的砒霜。我在市场上摸爬滚打了70多年，看到了无数企业的兴衰和个人的景气，结果得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甚至想要反驳的结论：在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往往是免费的，而那些看起来价格不菲的专业服务往往才是最便宜的。因为价格是你支付的，而价值是你得到的。当你试图绕过价格这个运费的时候，你往往会牺牲掉巨大的价值，甚至背负了隐形的债务。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正面临一项关键的诉讼，为了省下那点在你们看来高得离谱的律师咨询费，你们选择自己在网络上搜索免费的法律条文，下载那些漏洞百出的免费合同模板。你们觉得自己的小聪明战胜了专业壁垒，结果呢，官输了。合同里的隐形条款让你失去了房产，赔偿的钱足够你请全美国最顶尖的律师团为你服务整整10年。那一刻，你省下的咨询费变成了人生中最昂贵的学费。再看看税务问题，你去省下专业会计师的费用，自己那张复杂的报税单上瞎填，要么找了个收费极低、毫无责任心的蹩脚会计，结果被税务局盯上，不但要补缴巨额税款，还面临着罚款和信用破产的风险。这个时候，你那点节省下来的钱，在极其危险的格局下可笑了。这在心理学上涉及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新生儿的超级反应。你因为当时省有一头钱，大脑里已经有了一次多巴胺，这种短暂的廉价的快感蒙蔽了你的双眼，让你像一只贪吃的耗子，只看得到捕鼠夹上的兔子，却看不到那根即将夹断你鼻子的营养。
你为了航母的头头小利，完全忽略了长期的危险性的后果。记住，如果你因为贪图便宜而买了劣质的产品或服务，你实际上是在支付2倍甚至3倍的价格。第一次是你买那个垃圾所花的钱，虽然少，但那纯粹是浪费。第二次是因为这个垃圾产品或服务失效、出错，给你造成连带损失，而钱通常是巨大的。第三次是你为了弥补这个烂摊子，重新花大价钱去买你一开始就该买的好东西。在物理学里的行为，就像是在试图破坏手能量恒定律。你想用最小化的投入获得正常甚至超额的回报，结果整个系统会通过熵增、一生混乱、无序和崩溃来狠狠地惩罚你。便宜的合伙人在关键时刻会反抗你，让你血本无归。便宜的装修材料会释放甲醛和毒素，让你和你的家人患上艾滋病。便宜的食物充满了反式营养和恶劣质添加剂，让你在中年以后把辛苦攒下的钱全部送进医院的贫困监护室。但大多数大学生却总是在这个问题上装糊涂，他们以为自己可以通过免费和廉价来占世界的便宜，殊不知世界已经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而且还要收取高额的利息。让我们来深入谈谈事，这不仅仅指你钱包里的支票，而是经济学里最核心的概念——成本。遗憾的是，只有极少数人能把它刻进骨子里，运用到每一次呼吸中。我亲眼见过一个人，为了省下5块钱的停车费，开着车在拥挤的街区绕了整整30分钟。他满头大汗，眼神忧虑，终于在一个偏僻的穆斯林的十字区找到了一个免费车位，然后心满意足地觉得自己赢了。让我们用理性的手术刀来剖析一下这种行为的愚蠢程度。首先是显性成本，你的汽油费、你车辆的磨损费，甚至可能因为违停而面临罚款担风险。其次，更重要的是隐性成本。如果你的时薪只有20块钱，你为了省这5块钱，实际上已经耗费了价值10块钱的时间，加上汽油，你已经是亏本的了。如果你的时薪是200块、2000块呢？那你简直是在进行一场疯狂的自我贬值。这不仅仅是数学题，这是你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定价。当你为了省小钱而挥霍时间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向全世界宣告，我的时间一文不值，我的生命价值的就像菜市场摊位上快要烂掉的白菜。你不仅贱卖了自己的时间，你还浪费了更宝贵的东西——心智带宽。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认知能力和意志力是有限的资源。当你把大脑的带宽全部用来计算哪家超市的鸡蛋便宜2毛钱，怎么为了免运费再凑单买个不需要的挂件时，你就没有余力去思考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了。你没有空间去思考如何让我的资产在未来10年翻倍，没有精力去思考如何掌握不可替代的新技能，也没有耐心去陪伴家人或阅读你的经典书籍。这就是为什么穷人越来越穷，忙人越来越忙。他们陷入了一种管窥效应，眼睛里只有那一小块缺失的拼图，那点小钱，而看不见整个宏大的画面。认知的稀缺比钱包的匮乏更可怕。这种稀缺不仅仅是缺钱，更是一种注意力的被捕获。它锁死了你的进化空间，让你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猴子一样，为了抢夺珍珠米而丢掉了整片森林。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上有所成就，首先要学会的就是不仅要计算金钱的支出，更要计算时间的支出、注意力的支出。凡是能用钱买到的时间，
通常都是划算的交易，因为钱再赚，而时间是不可再生的绝对资源。我这辈子最无法理解的一件事，就是人们愿意花几千块甚至几万块去买一个很快就会过时、疲惫、贬值的名牌包，却很少花几千块买一套经典的智慧书籍，或者参加一门能力去提升认知的课程。这种行为在生物进化论上简直是反常的。你在拼命装饰你那终将衰老的躯壳，却让你那本无限进化的思想处于枯萎状态。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他们在生活中享受大手大脚，却在工具和学习上精确抠门。他们拿着卡顿的电脑工作，忍受低效的盗版软件，拒绝高质量的新闻源和信息服务付费。他们觉得省钱还在为找到免费的破解版软件而沾沾自喜。事实上，他们正在谋杀自己的未来。知识、智慧和能力是利用复利效应的，这首先适用于金融领域，更适用于个人成长。在20岁学会了一个关键的思维模型，比如逆向思维或者临界点理论，这个模型会伴随你的一生。你在3岁、4岁、50岁做的每一个决策中，这个模型都会在你默默运行的背后帮助你规避风险，抓住机会。到了你80岁的时候，这个年轻时习得的知识点所带来的累积回报，可能是你初次创业的近1000倍、数万倍的成本。这就是智力的杠杆。我和沃伦·巴菲特之所以能赚到钱，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更怎么省咖啡钱，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内幕消息，而是因为我们始终把自己当成学习机器。我们花大价钱买书，买那些能提升我们认知水平的信息，我们不惜重金去向那些比我们更聪明的人请教。我们把钱放在能生产、智力复利的地方，而那些在教育上省有钱的人，那些在自我提升上斤计较的人，以为自己逃过了学费。其实，生活在这紧张的老师会在后面狠狠地收割他们的智商税。此时税通常是强制执行的，而且往往是终身制的。如果你觉得教育很昂贵，那你就去尝试一下无知的代价吧。无知不是免费的，它昂贵的惊人。它会通过你做出的每一个错误决策，你错过的每一个风口，你误信的每一个骗局，从你的口袋里把钱掏空，甚至让你的钱包累累。在知识面前，吝啬就是一种自杀。说到省钱，最疯狂、最不可理喻的一群人，是在健康上省钱的人。这不仅仅是傻瓜，这是在挑战概率论，是在和死神玩俄罗斯轮盘赌。人体是一台精密的机器，但任何机器都有折旧率，都有由于磨损而产生故障的风险。有些人舍不得做全面的检查，觉得那是医院骗钱，舍不得买好的商业保险，觉得那是给保险公司送钱，舍不得吃健康、新鲜但稍贵的食物，只吃那些便宜的高糖高油的垃圾食品。他们像守财奴一样守着那点现金，任凭自己的身体资产在不断贬值。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数学模型，简单到连幼儿园的孩子都看懂。如果你的健康归零，那么后面所有的财富、地位、名誉、权利，不管后面有多少个零，结果都为零。很多人在年轻时用健康换钱，熬夜、过劳、暴饮暴食，为了那点加班费拼命，老了以后再尝试用钱换命。在金融交易上，这绝对是一笔亏本的买卖，因为医院的通货率永远和你的银行利率一样。医疗技术的进步意味着救命的费用越来越高。当重病来袭时，
你会发现，你以前省下的那点买菜钱，那点检查费，可能连重症监护室里1个小时的费用都付不起。一旦身体崩溃了，由于心理学上的被加剧的超级反应倾向，你会为了活命不惜倾家荡产，你会卖掉房子，卖掉股票，借遍亲戚朋友，只为了多活几天。爱情，你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昂贵。我活到这个岁数，还能在这里跟你们唠叨，靠的不是吃什么灵丹妙药，也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对健康的长期投资，靠的是在正确的地方支出。健康的回报率是无限大的，因为它是你所有其他投资的基础，是你人生的护城河。如果护城河干涸了，城墙再高，金银财宝再多，也挡不住投资病魔的入侵。在牙医那里省钱，别在健身教练那里省钱，别在优质食材那里省钱。这些开支本质上都是在购买你未来的生命长度和质量。还有一种省钱的方式，结构但破坏力惊人，那就是在人际交往和社交上的抠门。我不喜欢人脉这个词，它听起来太功利，太市侩，仿佛利用人与人之间只有关系。我更愿意称呼基于互惠原则的信任网络。有些人从不请客，从不送礼，参加聚会永远是蹭蹭吃喝，到了买单的时候就假装上或者厕所低头看手机。他们从不主动提供帮助，只在别人时候伸手。他们觉得自己很精明，占了朋友的便宜，需要省下一点交际费。事实上，他们正在切断自己与外部世界的价值交换管道。商业世界的本质就是交换，不仅仅是金钱的交换，更是价值、信息、信任的交换。如果你不愿意在人情上进行先期投入，如果你总是试图在每一个现场紧急中实现零成本收益，你就别指望在危机中有人时刻会拉你一把。我和沃伦之所以能完成如此复杂的并购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建立了极高的人们知道我们说话算话，知道我们的信誉不占小便宜，知道我们合作是共赢的，这种信誉是我们用巨大的精力和财力维护出来的。这是一种长期的商誉投资。你在朋友花的钱不是消费，是存入情感银行的本金。当你勇敢地面对别人，当你主动提供价值时，你就在这个账户里存了款。而那些吝啬鬼，他们一直在提款，从未提款。最后，他们的情感账户会透支，信用会破产。那些为了省份饭钱算计朋友的人，最后都把自己活成了孤岛。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独立成功。如果你在人情往来上要拿着外汇锱铢必较，当你落难时，你会发现你的世界安静得可怕，连一个愿意听你诉苦的人都没有。孤独是贪吃者最后的归宿。很多人分不清价格和价值，这是我的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教给我们的第一课。但很多人学了一辈子，甚至亏了一辈子，也没有学会。看到打折就兴奋，看到降价就饱掏腰包，这是一种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就像狗听到铃声流口水一样低级。买了一堆便宜货，家里堆满了廉价的塑料制品，穿了3次就祈求变形的衣服，用了1年就坏了的电器，坐腰酸背痛的椅子。你在买，一直在扔，一直在修，一直在花钱。你以为你省了钱，其实你在进行一种极其昂贵的租赁行为。你买来的垃圾只能用很短的时间，然后就变成了负担。真正的节俭不是买便宜货，而是买一件好东西用一辈子。我买东西只看2点：第一，它的质量是否足够好，好到可以传给下一代；
好到在使用它的每一分钟都能给我带来愉悦和效率。第二，我是否真的需要它？如果符合这2点，再贵我也买；如果不符合，送我都不会要。为什么？因为物品是需要占有空间的，是需要维护精力的。接受一个不需要的免费物品，就是在你的生活中引入了一个负资产，它占用你的物理空间，干扰你的视觉注意力，增加你的整理负担。真正的富人思维是只持有优质资产，这适用于股票。我们只买那些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优秀公司，这也适用于你生活中的每一件物品。垃圾资产即使再便宜，它也是垃圾，它拖累你的投资组合，降低你的生活质量。学会在这个充满消费陷阱的世界里，做一个精选的鉴赏家，而不是一个贪腐的只会破烂者。最愚蠢的省钱是在安全上省钱。我见过有人舍不得买质量好的防盗门，觉得小区治安还行，舍不得买行车记录仪，觉得自己车技好，舍不得买意外险和重疾险，觉得自己身体棒。人就是在赌博，他们把自己的人生压在了这个概率上，赌那万分的灾难之一不会发生。他们在那种发生概率极低，但一旦发生就会造成毁灭性打击的黑天鹅事件笑话中，在工程学上这叫冗长设计。一座大桥如果理论上只需要承重10吨，聪明的工程师会按照承重30吨甚至50吨的标准去建造。多出来的这部分成本不是浪费，而是为了在极端狂风、地震或超载情况下，大桥依然屹立不倒。而那些在安全上省钱的人，则在把自己的生活设计成一个没有容错率的系统。他们的生活就像绷带绷紧的绳子，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彻底断裂。风险控制的核心就是愿意自愿支付溢价，保险费、安全设备的费用、法律顾问的费用，这些都不是消费，而是你为了规避毁灭性打击而支付的保护费。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但我们知道一旦发生意外，其损失无疑会让你为了当初省下的那点钱而悔清偿。不要为了省点保险费，把自己安置在彻底破产的解决方案之内。永远不要去承担那些你无力承担的责任。根底，你的财富还是富有，不取决于你存了多少钱，而取决于你在买什么。穷人的消费习惯是省吃俭用，攒下小费，然后去买消耗品。他们买最新款的手机，只是为了那是时尚；买贬值极快的私家车，为了面子买各种花里胡哨的物品。这些东西买回家的那一刻就开始贬值，50后价值归零。富人是借钱也要买入资产。什么是资产？是生产工具。一台运行速度极快，能让你工作效率翻倍的电脑是资产，是知识产权。购买专利、版权或者投资于自己的大脑，让自己拥有知识产权的能力是资产，是能产生的业务，而能提升效率的设备。如果你为了省钱而在能够提升你赚钱效率的工具上凑合，那你就是在给自己的生产力踩刹车。一个设计师用盗版软件导致文件崩溃，浪费了全世界的心血。一个程序员用慢速电脑导致编译时间加倍。一个去作家为了省钱做硬座，导致腰酸背痛无法写作。这些都是在挥霍最宝贵的资源，节省最廉价的货币。你的钱是有生命的，你把它当死物锁在保险柜里，它就会发霉贬值。你把它撒在能长出庄稼的土地上，它就会生根发芽，激励企业家的思维。把你的人生当成一家公司来经营，
如果你是这家公司的准则，你会允许你的员工那么你自己使用破烂的工具干活吗？你会为了省电费而关掉工厂的模拟吗？显然不会。那你为什么要在自己的生活中这样做呢？结束语，打破循环。最后，我想给你们一些忠告。这些话听起来可能不那么顺耳，就像一记耳光，但我希望它能唤醒几个还在睡觉的人。如果你现在的省钱行为让你感到紧张、焦虑，生活质量下降，那你肯定做错了。真正的财务自由不是靠把牙膏挤到最后一滴来实现的，也不是靠吃咸菜馒头攒出来的。停止那些让你越省越穷的傻瓜行为。在能够提升你长期价值的地方，你的大脑、你的健康、你的高效工具、你的核心关系圈，狠狠的消费，大方的投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投资是永远不会亏本的，那就是对自己能力的投资。当你的能力提升了，当你的认知护城河建立了，财富只是需要而来的副产品。不要守着金饭碗乞讨的傻瓜。钱是工具，你是主人。如果你为了省油而不敢开车，那你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我是查理芒格，即使到了99岁，我依然在大量阅读，依然在为智慧买单，依然在修改我的判判。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保持理性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希望你们也能早点醒悟，好运。